一名现役陆军军官在睡梦中遭遇枪击，事发时他的妻子就在旁边，家中还有4个孩子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没有看到凶手的样貌。考虑到受害者的身份，起初警方认为这可能是一起有针对性的暗杀行动，但现场发现的大量私密物品改变了调查方向。通过知情者的描述，警方得知了军官不为人知的秘密生活。在揭露了一段非常规的夫妻关系，排除了众多男男女女后，最终抓获了一名隐藏在背后的凶手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。该市位于北卡的中南部，距离州府罗利大约60英里，人口约为21万人，是坎伯兰县的一座城市，也是全美最大的陆军军事基地自由堡军事基地所在地。主人公大卫出生于1962年6月1日，他在北达科他州长大，是4个孩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。据家人描述，大卫在少年时期性格有些内向，不太喜欢社交活动，不过他具备很强的执行力，也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。因此在高中毕业后，大卫遵循自己的想法应征入伍，成为了一名军人。他在纽约州北部的某个军事基地驻扎了大约10年时间，并在此期间结识了未来的妻子乔安。乔安是纽约本地人，他比大卫小4岁，当时在一家绅士俱乐部从事招待工作，具体来说就是为异性顾客提供有偿的表演服务。乔安之所以会从事这份工作，主要与他早期的成长经历有关。大约在12岁那年，乔安遭遇了不知名人士的身体摧残，之后不久他又被亲生父母抛弃，成为了无人照看的孤儿。此后的几年里，乔安经历了好几个寄养家庭，但都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和妥善的照顾，这对他以后的人生造成了很大影响。大约在18岁时，乔安嫁给了一位年长的男人，并先后生下了罗西和伊丽莎白2个女儿。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，仅仅持续了几年时间，就因丈夫经常家暴而以离婚告终。恢复单身后，乔安迫于生活压力，选择了这份赚钱相对轻松的工作。不过她虽然解决了经济问题，但生活依然过得不尽如意。由于乔安自身没有接受过正确的教育，也没有得到过家庭的关爱，她对如何教育孩子没有任何经验。乔安的2个女儿罗西和伊丽莎白都在成长期间表现得非常叛逆。大女儿罗西在17岁时就早早成为了一名母亲，而小女儿伊丽莎白则变成了不学无术的坏孩子。她有诸多不良嗜好，经常在外惹是生非，最后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因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。这对姐妹与她们的母亲一样，都有一段糟糕的童年经历。不过这一切在乔安遇到大卫以后得到了改善。1989年，大卫通过相亲认识了乔安，经过短暂的相处后，两人于1990年结为夫妻。婚后，大卫收养了乔安的2个女儿，并在接下来的7年里又与乔安先后有了2个儿子。大卫是一个相当严格的父亲，非常注重孩子们的教育。在他强烈的干预下，乔安的2个女儿都在朝着好的方向改变，同时他在军队的仕途也有了很大发展。大约在35岁那年，大卫从原来的纽约州军事基地调任到了全美最大的自由堡军事基地，军衔也一步步晋升到了少校。然而就在他们一家的生活即将变得越来越好时，悲剧发生了。2002年7月23日凌晨2点左右，当地警局接到了乔安的电话，称她的丈夫大卫在家遭遇了枪击，急需医疗救助。Okay, now where at? 611. Okay, they're on their way. Okay, we're gonna get somebody out there. Okay? 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，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，大卫失去了生命迹象。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，身上只盖了一个薄薄的毯子，看上去像是在睡梦中遭遇了枪击。事发时，乔安的大女儿罗西去了城外，家中除了2个年幼的孩子和乔安的小女儿伊丽莎白外，还有一位伊丽莎白的朋友维拉。
伊丽莎白和维拉都表示，他们当时正在卧室里听音乐，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这对夫妻的2个年幼儿子已经熟睡，也不清楚当时的状况。于是警方询问了唯一一个了解案情的人乔安。乔安告诉警方，事发时她和丈夫大卫正在卧室休息，突然房间响起了2声不大的枪声，将她从睡梦中惊醒。她下意识想要开灯查看情况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，枪手就匆匆逃离了现场。由于当时她感到非常害怕，所以没有追赶，在确定孩子们全部安全后，立即拨打了911求助。警方对乔安的说法有些怀疑，因为他们家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，并且乔安的身上看上去非常干净，不太符合他所说的情况。枪击发生时正睡在大卫的旁边。另外，当时外面还在下雨，地上到处都是积水，但案发现场却没有找到凶手的脚印或者指纹，甚至也没有残留的手枪弹壳，这让警方开始怀疑凶手可能是大卫的家庭成员。基于这一点，警方首先对在场的所有人进行了火药残留检测，目的是为了验证他们中是否有人开过枪。然而结果表明，当晚在场的所有人身上都没有检测出枪击残留物，这一结果初步排除了他们的涉案嫌疑。接下来警方将注意力放在了大卫的工作上，因为他是一名现役军官，可能存在与下属结怨或者因为工作遭遇暗杀的可能性。于是警方找到了大卫的上司了解情况。大卫的上司表示，大卫是一名模范军人，在部队没有任何纪律问题。至于工作的事情，他出于保密原则无法透露，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大卫不存在遭遇暗杀的可能性。由于警方没有在大卫的工作中找到可以跟进的线索，于是又将目光转向了事发现场。这次他们对大卫的住所进行了彻底检查，虽然仍没有发现凶手遗留的任何线索，但找到了一些可能有助于破案的物品。大卫的卧室里存放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成人玩具，还有众多带有颜色的录像带和一些大尺度照片。这些物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，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范围。尤其是在一些多人大尺度的照片中，竟然出现了大卫和他的妻子乔安，这引起了警方的极大关注。于是他们再次询问了乔安。看到这些照片后，乔安意识到已经无法继续隐瞒，于是极不情愿地向警方透露了一件事情。原来他们一直在背地里过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生活。根据乔安的说法，大卫在3年前改变了原来的婚姻观念，因为他认为许多婚姻的破裂大部分都是有人出轨，所以为了保持婚姻的持续性和新鲜感，就提出了开放婚姻的想法。一开始乔安并不想答应，但耐不住大卫一直劝说，最后没有办法，也就只好同意了。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们几乎每周都会参加交换派对，大卫有时还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，亲自为乔安挑选1对1的伴侣。不过尽管他们的私生活非常混乱，但夫妻感情一直很好，因为大卫是这类活动的主导者和发起者，他本身对这种行为并不介意。乔安的说法让警方明确了调查方向，他们认为这种不寻常的夫妻关系可能是引发谋杀的原因，于是跟进了这一线索。通过查询大卫的个人电脑，警方了解到他一直活跃在某个这类活动的论坛。聊天记录显示，大卫曾与多位网友交流过交换派对，其中互动较为频繁的是一名叫马克的男子，于是他们立即对马克进行了询问。马克承认他和妻子经常与大卫夫妇参加这类活动，但坚持与本案没有关系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马克主动提供了不在场证明，并且透露了一个他认为最有作案嫌疑的人杰弗里。根据马克的说法，杰弗里也是交换派对的常客，他之所以能够参加，完全是大卫夫妇极力推荐的结果。实际上杰弗里并不符合参与条件，因为他每次都是独自一个人，但由于杰弗里的能力出众，于是破例让他成为了参与者。另外，大卫的妻子乔安似乎对杰弗里非常喜欢，他们在活动中的表现不像是游戏伴侣，更像是一对情侣，所以马克认为杰弗里可能与乔安产生了情感，从而犯下了这起案件。马克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经过调查，杰弗里确实非常痴迷这类活动，他曾多次出现在大卫拍摄的大尺度照片中，并且在论坛上的昵称叫做特技替身演员。这些发现基本证实了马克的说法，于是警方又对杰弗里进行了询问。
杰弗里表示，他的确在大卫夫妇的夫妻生活中扮演了第三人角色，但强调这一切都是大卫的安排。根据杰弗里的陈述，大卫之所以这样做，主要是为了满足妻子乔安的需求和他自己的猎奇心理。当时大卫就曾对乔安和杰弗里说过，他们只能做游戏，不可以产生情感。乔安和杰弗里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。最开始他们三人的合作非常愉快，大卫基本每周都会组织这类活动，但后来可能意识到乔安已经深陷其中，大卫担心他们会产生感情，所以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就不再邀请杰弗里参与了。按照原定的游戏规则，杰弗里应该退出夫妇二人的生活，不能再与乔安有任何联系。但乔安并不想与杰弗里就此结束，他为了能继续维持原来的关系，经常用一些小恩小惠收买杰弗里，还承诺要给杰弗里购买一辆全新的摩托车。在金钱和欲望的作用下，杰弗里背着大卫又与乔安恢复了原来的关系。那段时间，乔安和杰弗里每周都要约会3-4次，乔安也在这期间彻底沦陷，她不再关心家庭，对待丈夫也非常冷淡。渐渐的，大卫就发现了其中的端倪。在一次两人约会的过程中，大卫突然出现，将杰弗里和乔安堵在了房间。大卫对他们偷偷约会的事情感到非常气愤，当场就对两人发出了严重警告。这件事情发生后，乔安产生了离开大卫与杰弗里私奔的想法。然而杰弗里只是为了寻求刺激，并不想放弃现有的生活，所以他不可能与乔安私奔。不过考虑到乔安答应赠送摩托车的承诺还没有兑现，所以为了防止乔安反悔，杰弗里没有明确拒绝。原本杰弗里以为乔安过段时间可能就会放弃私奔的想法，但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，大卫就在家遭遇了枪击。因此杰弗里认为大卫遇害可能与他的妻子乔安有关。警方对杰弗里所说的内容感到非常意外，最初他们并不认为乔安与这起案件有关系，因为毕竟他一开始就通过了火药残留检测。但由于杰弗里在案发期间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这一点加深了他所说内容的可信程度。于是警方再次询问了大卫的妻子乔安。这次问话，乔安表现得有些不太配合，他没有过多透露与杰弗里之间的事情，只是简单否认了与本案的关系。尽管乔安的行为看上去非常可疑，但当时警方还未掌握相关证据，仅凭杰弗里的一面之词，无法对他采取任何措施。因此在问话结束后，便让乔安离开了。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数天时间，由于缺乏证据，使得本案的调查变得异常困难。就在警方即将失去信心时，一通关键的举报电话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希望。2002年7月31日，案发1周后，警方接到了相关线索。一位知情者报告称，在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中，他听到伊丽莎白的朋友维拉谈起了这起案件。维拉曾明确表示他对本案非常了解，并且声称知道凶手的身份。警方对维拉其实并不陌生，他就是事发那晚在场的其中一人，也是唯一一个不是大卫家属的外人。根据知情者提供的线索，警方对维拉进行了询问。一开始维拉并不承认他曾对外说过那些话，直到警方出示了举报者的电话录音，维拉这才交代了他知道的一切。根据维拉的说法，杀死大卫的是他的养女伊丽莎白，而幕后的策划者是伊丽莎白的母亲乔安。乔安提供了作案手枪，并指导伊丽莎白完成了谋杀计划。实际上，伊丽莎白在作案前不久才刚刚学会如何使用手枪。维拉也是因为在这天下午陪同伊丽莎白到野外练枪，才错过了回家的时间。不过当时维拉并不知道伊丽莎白和乔安的计划，不然他也不可能会在伊丽莎白家留宿。直到作案结束后，伊丽莎白为了掩饰罪行，才把这一切告诉了维拉。维拉的证词让警方掌握了重要证据。审问结束后，他们立即以谋杀罪逮捕了乔安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。面对警方的指控，乔安仍然不愿承认犯罪，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由于年龄较小，社会经验不足，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，很快承认了罪行。根据伊丽莎白的证词以及其他线索，警方还原了事发的整个经过。大卫和乔安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但由于改变了原来的婚姻观念，导致两人的关系逐渐失去控制。乔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开放婚姻后，心态发生了变化。为了满足乔安日益增长的需求，大卫找到了特技替身演员杰弗里帮忙。乔安对杰弗里非常满意，
在两人互动的过程中，逐渐对杰弗里产生了依赖。当大卫不再允许他们见面时，乔安就产生了离开大卫的想法。然而乔安并没有打算正常办理离婚，因为大卫是一名现役军官，他作为军人家属能够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。另外大卫还有一份70多万美元的意外保险，再加上杰弗里没有明确拒绝将来和他在一起生活，于是乔安就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决定杀死大卫。最开始乔安打算使用下药的方式完成谋杀计划，但大卫的运气很好，加上身体非常强壮，所以他在吃了有毒的食物后只出现了轻微不适，没有危及生命。由于担心再次下药会引起大卫的怀疑，于是乔安决定改变策略，找人杀死大卫。一开始乔安联系了2个要好的朋友，打算让他们帮忙，但全部都遭到了拒绝。最后实在没有办法，乔安就打起了他女儿伊丽莎白的主意。为了能让伊丽莎白顺利答应，乔安提前做足了铺垫工作。他从前2个月开始就一直在给伊丽莎白不停灌输除掉大卫的好处，并且在这期间给伊丽莎白购买了很多喜欢的礼物。由于伊丽莎白以前很少得到母亲的关心，所以很快就被这些假象迷惑，最终答应了乔安。原本乔安打算等伊丽莎白充分掌握开枪的技能后再实施谋杀计划，但在事发前一天，乔安与杰弗里约会时遭到了大卫的电话骚扰，这让他感到非常气愤。乔安不能忍受这种干扰约会的行为，所以不顾维拉在场，当晚就让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开枪打死了大卫。作案结束后，乔安先让伊丽莎白处理了凶器和带血的衣服，然后拨打911，捏造了有人闯入的假象。2005年8月15日，案发3年后，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。检方拿出了伊丽莎白的认罪口供以及其他证据，指控乔安操纵伊丽莎白杀死了大卫。乔安没有辩解，但他的律师认为伊丽莎白才是本案的策划者，他因为不愿服从大卫的管教，从而犯下了这起案件。辩方的观点得到了大卫家属的支持，他们也认为伊丽莎白是单独作案，与乔安没有关系。主要依据是伊丽莎白此前有过多次盗窃和暴力的违法行为，还有大卫在事发前不久曾向父母请教过如何管教伊丽莎白的问题。陪审团经过商议后采取了检方的观点，最终乔安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乔安的女儿伊丽莎白被判2级谋杀罪，刑期25至31年。2009年，也就是在伊丽莎白42岁时，她将有资格获得假释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